1945年1月9日，古德里安带着负责情报的陆军中将盖伦，拿着东线的战报，第3次前往希特勒的大本营祈求援兵。因为在这个时候，东线的苏联在北边已经兵临了波兰的首都华沙，在南边已经包围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古德里安拿着战报以及地图告诉希特勒，苏联人很有可能在1月中旬将发动一场更大的攻势，到时候德国面对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的危急。但即便如此，希特勒仍旧不相信他们在东线面对苏联人也即将遭受重创。希特勒冲古德里安大发雷霆，说这份战报以及地图是十分荒谬的，绘制这份地图以及战报的人应该立即就被送去疯人院。而这次古德里安也发火了，他冲希特勒怒吼，如果希特勒要把盖伦将军送到疯人院去的话，那干脆就连他一起。希特勒不是不相信东线的战况，而是不敢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因为苏联人又不是一天之内就打到了这里。从1943年苏联人发动的第一次夏季攻势以来，德军在东线一直就在节节败退。到了1944年夏天，他们已经被苏联人反退回来了800公里。但即便是这样，希特勒依旧非常的乐观。他认为东线的苏联人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他们只要搞定了西线的盟军，再转过头来对付东线的苏联，仍然是信手拈来。但实际情况是，在盟军6月6日发起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东线的苏联为了配合盟军在西线的进攻，也在6月10日发起了第2次夏季攻势，以3倍于德军的兵力、10倍于德军的装甲力量以及7倍于德军的飞机来势汹汹。那结果可想而知，6个星期之内，到了8月中旬，苏军就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北边深入到了芬兰的维堡，也就是今天俄罗斯的维堡，包围了德军的50个师。南边从8月20日开始发动新的攻势，到了8月底就已经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地油田，切断了纳粹德国唯一的石油来源。8月26日迫使保加利亚投降。到了9月份，芬兰也退出了战争，而且倒向了苏联。东线苏联的第2次夏季攻势导致德军的战线急剧的收缩，现在已经压缩到了德国本土的门口。因为缺乏援兵，所以古德里安对希特勒说，东线的战场现在就是一个空架子，只要突破了一点，全线就都会崩溃。古德里安预计的一点都没有错。1945年1月12日，苏联人发动了最新一次的冬季攻势，这次是开战以来苏军发动的最大攻势。仅仅在波兰以及东普鲁士地区，希特勒的老伙计斯大林就投入了整整180个师，锐不可挡。在南边，科涅夫率领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跨过维斯瓦河，朝西里西亚推进。在鲁尔被盟军轰炸瘫痪过后，西里西亚是纳粹德国目前唯一的工业区。如果西里西亚失守，那纳粹德国很快就会崩溃。在北边，朱可夫率领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南北两侧越过华沙。1月17日，华沙失守，随即朱可夫又占领了半个东普鲁士地区，挺进到了但泽湾。又过了10天，1月27日，就是苏联发动最新一次冬季攻势整整半个月的时候，朱可夫已经越过了奥德河，进入了德国本土，距离柏林只有160公里了。这都不是最严重的，更要命的是，科涅夫占领了西里西亚，这直接导致德国的煤产量缩减到头1年的1/4，钢产量缩减到头1年的1/6。当下属把这个报告递交给希特勒的时候，他仅仅只是瞥了一眼，就直接让人锁到保险柜里去了。古德里安急得都想咬人了，他找到里宾托洛夫，让他赶紧想办法尽快结束西线与盟军的战事，转过头来一门心思的对付苏联。因为在他看来，跟盟军相比，显然苏联人更可怕。里宾特洛夫转头就把古德里安的想法告诉了希特勒，这导致古德里安又遭到了希特勒一顿痛骂，并且荒唐的指控他犯了叛国罪。但是没过多久，希特勒在跟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以及作战部长约德尔开会的时候，他突然似乎又想到了那个已经被他刺字尽的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他突然觉得隆美尔的建议是对的，因为共产主义的苏联跟他们其实一样，都是资本主义英法美的敌人，所以他突然之间认为在西线不需要再做什么额外的举动，随他们去。盟军应该不会坐视德国沦陷，而让苏联趁机做大。到时候盟军会依托德国来抵御苏联的扩张。但还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戏剧《裘里斯凯撒》里的那句话，不是我不爱凯撒，只是我更爱罗马。不是盟军不讨厌斯大林，而是他们更恨希特勒。
况且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西线的盟军已经进入了德国本土，而且他们依旧在不断的势如破竹，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跟希特勒再讨论什么了。原本可以用来跟盟军谈判的筹码被希特勒自己一次性给输完了。就算日后要对抗苏联，德军在西线大部分的兵力是被俘虏，而不是被歼灭，有生力量得以基本上完全的保存了，只不过已经不是为纳粹所用了。而且德军有能力的军事将领多的是，比如曼施坦因战后就当了联邦德国的军事顾问，甚至后来为了对抗苏联还担任了北约的高级顾问。不过很明显，希特勒跟他的同伙们是没有搞清楚这个逻辑，以至于到了最后他们都还想不明白为什么美英法不跟他们一起去对抗苏联。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也就只有希特勒本人，还有比如保罗·戈培尔、赫尔曼·戈林、海因里希·希姆莱等等少数的纳粹高层还在拿他们自己当回事。1945年2月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苏联的老酒鬼斯大林在乌克兰的雅尔塔召开会议。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啊，如果雅尔塔会议是一个餐桌的话，那这个时候的希特勒，别说是主菜了，连配菜都算不上，最多只能算是佐料。因为在雅尔塔会议上主要讨论的是一系列构建战后世界格局的问题，比如战后要重新组建一个国际组织来取代现在的国际联盟，就是后来的联合国，拿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以及他的一票否决权换取苏联加入联合国，还有对德国作战结束后苏联要加入同盟国并且尽快对日本宣战，另外再有就是战争结束过后对德国的分区占领。当雅尔塔三巨头正在开会商讨纳粹战败投降之后要怎么办的时候，希特勒还在妄想自己的帝国依旧春秋正盛，雄风不减当年。即便这个时候东西两线都已经进抵德国本土了，但希特勒心心念念的依旧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被他称之为神奇的武器上面。当然啊，他也的确是可以指望一下，因为这些武器哪怕到了今天也依旧是战场上的绝对主力。他们就是 V1 巡航导弹、V2 弹道导弹以及喷气式飞机，这些是已经研发出来，甚至是已经部署了的，还包括尚未完成研发但几乎就要弄出来的原子弹。而纳粹最终没能造出原子弹，是因为制造原子弹的过程当中需要利用重水来当减速剂。而当英国人得知纳粹位于挪威的工厂生产重水是为了研发一种新式的武器之后，果断地炸毁了纳粹位于挪威的重水工厂，从而大大延缓了纳粹的研发进程。而纳粹德国之所以没有像美国人那样使用石墨来当做减速剂，是因为被占领的捷克人在给纳粹提供的石墨上动了手脚，导致石墨的纯度不够，无法使用。而纳粹的研究人员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是石墨出了问题，所以放弃了石墨，转而吊死在重水这一条路上。到了后期，由于经费紧张，所以干脆就放弃了原子弹的研制，转而潜心在导弹以及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发上。现在看来，好在当初捷克人在石墨上动了手脚，而后英国人又炸毁了纳粹的重水工厂，不然希特勒左手拿着原子弹，右手拿着弹道导弹，既有了核武器，又有了把核武器打出去的工具，那后果不堪设想。很快，希特勒跟他的伙伴们也放弃了对那些神奇武器的最后希望，因为当艾森豪威尔率领的盟军重新夺回了法国以及比利时之后， V1 和 V2 导弹的发射场几乎都已经丧失了，只剩下极个别少数场地可以使用。虽然后来纳粹德国也向盟军的军事目标发射了一些 V1 和 V2 导弹，但是造成的损失已经微乎其微了。而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给希特勒保证的，可以用新式的喷气式战斗机把盟军的飞机给打跑，到了现在也没法实现了。虽然纳粹德国已经有了1000多架这种新的喷气式战斗机，而盟军的飞机跟这种新的战斗机比起来，也的确是不堪一击。只不过这种飞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极少能够起飞了。首先，这个时候的纳粹德国已经丢掉了所有的油田以及鲁尔和西里西亚工业区，
无法再为这种新式的战斗机生产它专用的燃油。另外，这种新式的飞机起飞需要专用的带有加长跑道的机场，而这种机场很容易就被盟军的空军发现。因为到了这个时候，纳粹德国已经完全丧失了制空权，所以这种新式的战斗机绝大多数都被炸毁在了它专用的机场上。到了这个时候，近乎癫狂的希特勒认为，他们唯一可以依托的就是恐惧。1945年2月19日，希特勒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要让敌人知道我们决心利用我们手头上的一切手段来为我们的生存而战。这话说的就是在赤裸裸的耍流氓了。换成我们平常说的通俗的话，就是打不过别人就开始撒泼，你别再惹我了，你再惹我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于是他听从了纳粹宣传部长保罗·戈培尔的建议，废除日内瓦公约，所有盟军的被俘人员一律枪毙。在场的绝大多数军事将领都对希特勒的这个决定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因为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人道，又或者是盟军是否会报复的角度来考虑，屠杀战俘都是一个不可行的措施。但毫无意外的，所有反对的人都遭到了希特勒无情的辱骂。即将散会的时候，希特勒命令海军元帅邓尼茨分析一下这一举措的利弊情况，并且尽快汇报。第二天，邓尼茨就跟希特勒汇报，屠杀战俘这种事情，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弊大于利，所以尽量还是要维持一下表面工作，别这么干。即便一定要这么做，那也只能私下的偷偷进行，不要大声张扬。对于自己的部队，纳粹高层也实行越来越残酷的政策，因为一线所有的官兵几乎人人都能看得出，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投降或者逃跑，所以希特勒命令手下人发布了一条指令：国内所有骗取请假条的人，或者利用虚假证件旅行的人，都将判处死刑。另外，一切散兵游勇或者自称调队的人，正在寻找大部队的人，也一律就地枪决。随后，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更过分，他是党卫队的领袖，并不是国防军的指挥官。他竟然下令，任何放弃城镇或者交通枢纽的指挥官一律处死。而且，这个让整个德战区都闻风丧胆的人，可不仅仅是说一说。他一贯以来都是以手段狠辣著称，守卫莱茵河桥头的一些国防军指挥官就死于希姆莱的这道命令。没多久之后，希特勒又认为，如果他们纳粹党战败了，那德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将灭亡了。因为这个民族里最优秀的人都已经战死了，留下来的都是劣等人，所以没有必要为这些劣等人留下维持最基本生存的基础设施。与其把这些基础设施拱手让给苏联人，不如他们自己亲手毁掉。起初，人们以为他只是发神经的说一说，没想到他是来真的。因为随后希特勒就下达了他最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根据焦土政策的指示，德国国内所必须要摧毁的有所有的工厂、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服装店、食品店，所有的铁路、桥梁以及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舶，还有所有的火车以及卡车。如果按照这个指示去做，那德国一夜之间就会回到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最终，德国人民能够幸免于难的原因，除了纳粹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到了最后关头可能良心发现，违抗了希特勒的命令，另一方面东西两线的盟军以及苏军进展神速，以至于这么大面积的破坏来不及执行。要不了多久，希特勒跟他意图构建的千秋帝国就要走进历史的垃圾堆了。